又一辆中国汽车正式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今天我们要看到新车就是全新的 GAC GS3 M Zoom。目前马来西亚国内贩售的这个 GS3 M Zoom 共有2个车型哦，分别是我身边那辆白色的，就是 GS3 M Zoom， 售价是119千；我身边这辆蓝色的呢是 Premium R 的车型，售价是129千，价差10千哈。目前这2款车子呢，目前这几个季度啦，应该都是 CBU 外国进口的，预计这个本地组装要到明年的差不多4月、5月才会正式进来。它的定位是什么？它的定位很明显就是打这个 B segment 的 SUV 市场。你举凡说 X50 啦、Cherry or Moda5啊，都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那比起对手来说，它的价钱多了10千，你到底会选择哪一个？动力配置的部分呢？不管是 Premium R 还是 GS3 M Zoom 都是相同的搭载的都是1.5公升的直列4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输出的马力最大177匹，扭力峰值270牛顿米，搭配的是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0-100加速官方宣称是8秒可以完成。外形上的部分很明显就先看得出了，这其实基础是类似的，多了就是什么这些所谓 Premium R 的 Body Kit。这些比较动感的套件，以及一些配饰等等，然后车顶的那个假置物货架的配饰，以及这个进阶式安全配备，多了一些自动停车啊、自动高灯等等，差别不大啦，加分作用是肯定有的，尤其是在造型上啊，你看那个帅气度，马上这个双色调的车子造型就大提升了。那我们看到后面那辆，是不是长得很像这辆？都是 Premium R 嘛，但是有不同哦，因为那辆是中国版，那辆很帅耶，那辆就给你一个，你看它的轮圈，还有一个黄色的拉边，是不是超帅的，橙色的？然后那边还写给你Michelin的轮胎，可是今天来到马来西亚有点小遗憾我们的轮圈不管是入门版还是高配版，都是这样的配置，轮胎是 Century Kirin， 对，这是我没有看过的牌子。其他的配置呢，就包括这个隐藏式的车门把，然后360环境显示都有搭载上去。当然，刚刚说了嘛 ，ADAS， 不管是入门还是高配，都算完整。这辆车的外形可以说真的是集合了各种夸张的帅气以及科幻感元素。车头不说嘛，你看那个造型已经是非常的未来感了。车尾也加了很多东西来，你看 C 柱加了这些复合材质的搭配，尤其是高配版多了这个橙色的金橙色的三角形，哇，真的是有一点像那种悬浮式车顶的感觉再来还有趣的就是什么，尾翼也分成3段式的运动化造型，所以就加分加分。最后就是这个，你以为它是置物货架吗？其实不是你听它是 plastic 的所以它单纯的就是造型加分而已啦。这个造型有帅吗？我觉得是小有帅，对，就外观的那个吸睛度很重要，它就真的做到了。车尾的部分呢，跟车头呼应你看到这个尾灯的 LED 光条，它打造出来的那个样子，这种很修长型、很棱角鲜明的尾灯，跟车头是非常强烈呼应的。再来，我们往下看，下面 GS3 M Zoom R Premium R 的车型才有这个 badge， 除了在车尾，在叶子板也有加然后另外有加的高配版就是这个保杆，看到吗？就这一组运动化的空力套件造型，然后还有至中双出的排气管。如果你买的是入门版呢，是隐藏式的排气管，所以高配这真的是在外形上大加分。好，我们来看车尾箱，车尾箱以一辆入门版的这个 SUV 来说。不算大，但是这个收纳空间是对于这个机具来说绝对够用的。下面有备胎，后座可以做6/4倾倒，然后倒了之后，它是可以全躺平的。为什么现在看不出呢？因为这个帐板它可以放上面，也可以放下面。如果你今天把它放上面的话，它是有这个是有那个魔鬼粘连住sorry然后你把它放上来的话，对，你看。它就是全躺平了。你要增加收纳，你就把这个再往下放。然后我们坐上 M Zoom
的后座。第一点最明显的，地板全平坦的哈，是没有任何隆起的，所以对这个空间感哇，真的是利落分明诶，这平坦性。对，后面有一个冷气出风口，但是很特别的哈，很多厂商都会做成两边，你两边可以调节嘛，但它就是一个。对，会不会左右边互相要抢这个东西啊？这我不知道。下面只有一颗 USB Type A 的插头。座椅的部分呢，来，长度够，椅背倾斜角度觉得算 OK， 整体坐起来的感觉蛮好的。我身高169公分，我的膝盖阔，我的头部大概还可以有2个指头，但是上面有全景式的大天窗，这个就加分啊，真的加分。然后旁边的材质哈，上面是硬质塑料哦 ，OK， 但是中间呢，整片是一个蓝色的人造皮革处理，有一些科技感纹路跟蓝色的车缝线，所以触感是不错的。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黑色的靠手，也是有一些简单的皮革处理，所以整体算是 OK 啦。然后灯啊也都是这种 LED 的照明灯，中间靠手拉下来会立着2个置杯架，重点是它的皮影哦，你看它虽然简单，可是其实它是有黑蓝色相互搭配的。整体的造型，这是现在中国车都会这样的做法啦，就是把该给的东西都给你啊，对，就消费者就比较满意，就比较喜欢了。这个就是中国车跟日本车不一样的地方了。驾驶舱的部分呢，来皮革、硬质塑料，这边也是跟刚才门边一样的皮革软材质。然后它的车里面的氛围灯啊，好像据说有64种颜色可以切换。高配版可以切换，入门版不能切换。再来就是它很有趣的哦，冷气出风口旁边有这些蓝色的小配饰啊，所以你就觉得哎呦fancy这样，我最喜欢就是这种fancy的东西。什么时候会看腻？我不知道。驾驶仪表跟荧幕有一点这种要连不连的感觉，但是它虽然连了感觉很大，可是不连你又有更好的立体感。然后荧幕有机会试驾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我是看不到啊，仪表，你看它荧幕好像很大，可是其实它真正的荧幕其实就中间一小 part， 就跟我想象的有一点差别。我还是要等，可是好像又有东西，所以我们等实际有机会再把车子借出来，我们再来看看它表现究竟如何。中间这个目前也开不到了，那钥匙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钥匙了，没有，所以我们就等到有再看，知道它有什么功能。对，360有 ADAS 都有。那下面冷气出风口这些快捷按键，不过比较特别的就是下面这2个旋钮哦，我以为是音量旋钮，多媒体嘛，不过不是哦，这2个滚轮，一个是风量，一个是温度的样子，所以它应该是单区恒温空调，然后多媒体应该是都是靠中控荧幕。下面2个手机置物格，高配版有无线充电座，2个置杯架，然后最重要的东西来了，水晶排挡杆 ，Volvo 的 Aura First 嘛，看人家也不差啊，是不是？水晶排挡杆哦，对，电子手刹车。自动驻车没有看到，不过有可能是在中控荧幕里面设定。打开来有小收纳格，有大收纳格，里面就没有额外的 USB 插槽了。USB 插槽在这个位置，对，全部在这边。一个 USB 跟一个 Type C。然后驾驶盘的3辐式有蓝色的车缝线皮革包覆，后面没有换挡拨片，上面的按键小丰富，因为它有 ADAS。那 ADAS 的 OK，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就是它的按键呈现其实是不错的，因为粒粒分明，而且手感，手感不错。这个真的是有什么想法自己留言 OK。它是你必须要温和的对待它，你要清楚自己知道对它要做什么，你要上就上，你要下就下，你要压下去你就压下去，你不要把2件事一起做。最特别的是什么？它还有一颗按钮，上面是 exhaust。这颗按钮你知道我在哪里看过吗？我在 AMG 的车型看过，那种什么63啊，那种什么4 liter V8 Twin Turbo， 上面可以看到，高配版才有。据说按了哦，你的 exhaust 的声音会不一样哦，按下去，嗡嗡嗡，对，
它有这个，据说它有这个功能啊。我们实际借到车子再来听一下，看看会不会耳朵高潮这样子。那整体的这个看起来，目前这样看起来，整体的配置、造型、动力规格来说是真的是蛮符合目前这个市场所竞争的条件啊。那究竟驾驶表现如何呢？我们之后借车再跟大家更详细的分享掉这辆车什么故事啊，有什么想知道的，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啊。我们到时试驾的时候再去详细的、认真的评一评这辆车子。